我大胖媳妇一直回不来，前2天跟我视频，我问她最想念的是啥，她说是库里烧烤。是不是听着挺高端的？这库里烧烤是我奶家楼下的烧烤店，很奇妙啊。它实际上是个车库，本来它有个名叫小娟烧烤，后来老板和小娟分手，把小娟用胶带糊上了，就叫烧烤。之后数年被后人逐渐称之为库里烧烤。菜单一共就10样东西，只能按照把点，不论个，抓多少完全看老板当时要不要抢。我老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当时我们结婚，和几个来参加婚礼的外国人一块去的。第一个就是烤火腿肠，1块钱一根。当时那个英国金发美女艾莎就一说话就玩自己的大辫，就开始问了：“老板，这个烤火腿肠是烤什么？”火腿肠。那火腿肠是什么肠？火腿肠。艾莎说：“啊，那我猜我应该是吃不了，我不吃猪肉。”老板说：“谁告诉你火腿肠里有猪肉的？”旁边艾莎的男朋友也是没有眼力见，也跟着问。这个烤实蛋是烤什么？实蛋。那实蛋是什么蛋？实蛋。生烤蝶鱼头烤的是什么？蝶鱼头。蝶鱼头是什么鱼？蝶鱼。是蝶鱼的哪？蝶鱼的头。为什么要生烤？要不肉梗。什么叫梗？我就叫梗。但最后菜上来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就是刚开始这帮人还问呢，这个是烤什么，那个是烤什么，后来管那是烤肠子、烤腰子，全罩上了。而且那天吧，喝了好几箱啤酒，都喝多了。有一个外国人就可能觉得这烤腰子太好吃了，自行打包了，走时候把烤腰子揣兜里了，就可能是怕别人看着，连包装袋都没要，就生塞。回家之后趴沙发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媳妇在客厅就找，这家咋回事呢？一股孜然炒尿的味儿呢。找半天，最后发现她老公兜里揣了3个大羊腰子。带油边的，他媳妇就在枕边问他：“老公，要不然你醒醒，你兜里为啥揣着3个肾？3个肾，给她老公下一句令，当时醒酒。媳妇儿，昨天库里烧烤的老板很暴躁，不喜欢别人问问题，你快看看我腰，是不是让他给我解剖了？很多行业都这样。我老公结婚时候穿的西装，就在哪儿买的不合适。最后我妈放的大招，找的一个铁岭江湖土裁缝，叫安珠。”你就那个年代被子在铁岭的英文仔可不多，也是连门脸都没有，就搁他家。一到那儿，那安珠就是深 V 领、喇叭裤、小粉围巾。我老公一进屋就被这安珠给打了。你看你这造型，肚子都进屋了，屁股还搁沈阳呢。你再看你这头发，一共25根，广角看着有，一对焦没了，海市蜃楼发型，这属于你还不高，你再胖，你再秃点，完了，你就是个实蛋。我跟你说，咱讲话了。我不缺生意，我要不是喜欢白求恩，我都不接你这活。我老公被安珠臭骂了一顿，但是说实话，人西服做的确实好，那结婚时候屁股翘的都快奔月了，都快。这烧烤店还有这裁缝店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店铺，也没有什么招风的门脸。库里烤师也好，这安珠也好，就是靠东西好，手艺好。想要口碑嘴传嘴，就靠买的人钱花了没后悔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伙夸夸伏尔加这牌子嘛，因为他们差不多是一个路数。你不管在什么平台搜舒缓修护面膜的时候，发现选它的人都特别多。我自己也一直用他家东西嘛，就一敷上面膜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懂生活，就想主动默写出师表那种感觉，拦不住属于。除了面膜还有乳液喷雾啥的，就是都不贵，而且效果从来不翻车。总之吧，就在这个流量泡沫的时代，希望能有更多的品牌像伏尔加这个风格发展。稳拿口碑小花蕊，就靠一嘴传一嘴。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的，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，越老胆越小；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，越老越奔放。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，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。我公公布莱恩呢，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。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，旅游第2天布兰就跟我说，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。第1天在海南，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，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，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，然后开始唠嗑。布兰啥也没听懂，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，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，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。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，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，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。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，教他汉语的，教他唱歌的，教他跳舞的，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。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。Hello
就开始跟温迪嘚瑟，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。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，神经病。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，那能服吗？第二天也去勾引老头，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。温迪懵了，头发都撩出静电了，老头们守身如玉啊！直到那天去海边，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，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，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。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，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，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，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，100全拿走。问的，啊，烦你，问的。小曼，他俩今天各玩各的，哎，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。还好啊，我给孩子们用了1儿童防晒，没红也没黑。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，温和不伤肤，民保都能用。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，轻薄不闷脸，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，海边暴晒也不怕。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，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，要不然怎么解释呢？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，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。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，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。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，我跟张大铁说，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。然后坐台跟他说，那你奶奶说话，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。中国老头都怕老爸，他不敢搭理我奶。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，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，就这老疼啊！这那中国老太太呢？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？我老谁也不怕，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，就咔咔咔咔咔。谁敢惹他呀？不要腿了，不要腿了！大胖媳妇最近变得特别虚荣，因为啥呢？她不是找到她的亲生爸爸了，他俩现在吧偶尔也说说话。然后他这个亲爸呢，我能理解，可能是有点补偿心理，总觉得亏欠他这个大胖儿子挺多，就老跟他说。爸爸当年走的时候啊，确实是身无分文，也没给你留啥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过得挺好。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你要记住我在。大胖媳妇看完一点没感动，跟我说他啥意思啊？他现在过得挺好，我过得差呀。我可不想过得穷的时候找他求助，我只想过得好的时候跟他炫富，害我过得不好。我现在就想跟他嘚瑟，我现在有多幸福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亲爸远在加拿大，也没有咱们的社交软件，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家呢这些房啊、车呀、这些大的硬件我还没买呢，所以他呢现在想炫耀，但没有抓头。直到昨天，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在三里屯拍到了我的广告大屏，老气派了。人发了一张图，他心生一计，跟他亲爸开始约。哎，咱们明天打个视频电话呗。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打字，咱这次打个视频。他爸说行。第二天，大胖媳妇下班直奔三里屯，查的时间表，听说大屏是7点钟准时有我，他6点多就去了，开始踩点走位，因为他想藏嘚瑟于无形，就他想要那种效果，就是松弛感炫耀。他设想的效果是这样的：一会儿他爸给他电话打过来，他呢从这个点开始走，哎，聊聊天气，聊聊身体，走到这儿，这时候就应该停到这个点位，然后这时候后边大屏幕啪嚓我就出现了，像一个巨星一样闪亮。这时候他呢漫不经心回头，然后云淡风轻地说：啊，哎，对了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她搁这儿呢，今天老有，我的爱人，她算是明星。结果啥都准备好了，掐着点7点钟跟他爸打个电话，正好走到他设计的点位，他知道下一秒屏幕要换，刚跟他爸说这是我媳妇儿，胡军出现了。他爸顿了一下，挤出一抹笑容，说：哦，多棒的小伙子，爸爸祝福你，祝福你。他就搁那想，这个屏它是滚动的，我再跟我爸多唠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媳妇就滚出来了。熬着他爸打电话不让挂，尬聊20多分钟，我也没滚出，给他气坏了，给我打电话问我你搁哪呢？7点半了，你咋还不滚出来呢？我说我那个就放3天，已经撤了。但是你说给我拍的多好看，那是因为啥呢？因为修丽可 AG 那双我用了老多瓶了，不止30%波色因促成4大胶原，更抑制胶原糖化流失，紧致提升垮脸白白。搭配修丽可 AG 眼霜，波色因加眼周肽强强联合，鱼尾纹都变淡了，早上用还很消肿。大胖媳妇非常沮丧，最后失望的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哎，你说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我在公交站点，大胖媳妇没有爸可以炫耀，把出租车司机当亲爹待。哎，这是我老婆，你。大胖媳妇终于下车合了个影，作为证据。再打车的时候，上车就跟司机嘚瑟。这是我的媳妇，快点的，这不让。这个广告牌是这样的，我的广告旁边是大闸蟹的广告，人师傅都已经开走了，他一直跟那司机说话。他说：“哎，那牌上是我媳妇儿。”师傅只能从后车镜回头看了一眼。你媳妇谢霆锋啊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看谢霆锋旁边是啥？旁边那个就是我媳妇儿。”师傅又看一眼，你媳妇大闸蟹咋的？大闸蟹咋的？平时大胖媳妇嘚瑟我都挺烦，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特别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三里屯大屏幕上出现，陪他打完这通电话。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平时大大咧咧，啥都不在乎，但是生命里一直渴望一个来自父亲的认可，而这句认可他一直缺失。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，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前行，可能都在弥补小时候没有听到的那句：孩子，
我为你骄傲。